Hello，各位玩家們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大陸。來到了全新的6月份，大陸就當然會繼續為大家帶來這個月份值得一試的手機遊戲推薦啦。那麼在設置的清單中就包括了像是第一人稱農場模擬遊戲、主打奇幻風的歐美 RPG、主打真實槍戰體驗的射擊遊戲、末日題材加建造基地樂趣的遊戲，以及其他如日本武士對決、Steam 上移植的獨立肉鸽遊戲跟其他玩法豐富的作品等你來發掘哦。這些遊戲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後的，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玩的遊戲，那就大陸一起看下去吧。玩膩了需要天天幹和氪金的遊戲，那就來試試這款俗世綿羊農場吧。這是一款第一人稱農場模擬遊戲，沒有壓力，沒有計時器，主打的就是一個放鬆體驗。我們要扮演一位牧羊人，在一片翠綠的山谷中照顧可愛的小羊。遊戲的玩法很單純，就是餵食、刷毛，並保持它們的健康，然後看着小羊一天天長大。特別的就是這些羊還分成各種等級的品種，甚至還有機會遇到傳說中的金羊，所以我們可以透過細心照料來培養出高品質的羊群，這點倒是比想象中還有深度。另外，遊戲還藏了一點外星人的神秘彩蛋哦，喜歡的話就來體驗看看當個牧羊人的樂趣吧。喜歡黑暗奇幻風和回合式的玩家，這款 White Hunters 或許可以留意哦。這是由推出不少知名解謎遊戲的開發商所發行，免費遊玩的回合制角色扮演遊戲，背景設在被虛空侵蝕的危險世界。我們要扮演虛空獵人，集結來自不同背景的同伴來對抗黑暗力量。每位獵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獨特的技能，像是能標記敵人的射手，或者是保護隊友的坦克。可以根據關卡來搭配陣容，玩起來還是蠻有策略性的。遊戲預計會登上 PC 和手機平台，感興趣的話可以關注他們的官方消息。喜歡玩射擊遊戲的話，這款 Hyper Strike 是款主打真實槍戰體驗，可以5對5線上對戰的射擊遊戲。遊戲強調逼真的彈道系統，包含後坐力模式和子彈下墜等設定，讓我們能感受到更貼近真實的射擊手感。另外還有超過50種的授權槍械，而且可以利用槍匠系統來自由更換瞄準鏡、握把、槍管等配件，打造出最適合自己風格的武器。模式上主打的是5對5团队對戰，並支援語音通話，方便和隊友溝通。整體來說，遊戲比較考驗反應和團隊默契，喜歡 PVP 射擊的玩家可以試試看哦。這款 Initiative 23是一款主打末日生存題材以及建造基地樂趣的遊戲，背景設定在末日浩劫後的美國，我們要在一座廢棄小屋中建立據點，想辦法對抗成群的變異生物。遊戲的玩法圍繞着建造以及探索這2大詛咒，我們需要透過突襲和遠征來收集資源，慢慢將小屋升級成堅固的堡壘，同時打造武器和裝備來應對強大的敵人。隨着進度推進，我們可以探索各種像是黑暗森林、廢棄城市等地區，一步步揭開23號計劃背後的病毒真相。整體氛圍比較壓抑緊張，步調也偏慢，適合喜歡慢慢經營體驗劇情的玩家。对日本武士感興趣的玩家，這款 KATORI 或許可以看一下。它是款以中世紀日本為背景的格鬥遊戲，我們要扮一位為師父復仇的年輕浪人，在殘酷的刀劍對決中證明自己的實力。遊戲的核心就是即時的 PVP 戰鬥，講求速度、精準度和戰術運用，需要掌握連擊和特殊招式來戰勝對手。我們可以自由更換盔甲、武士刀以及其他裝備來打造出專屬的武士造型。當然，遊戲還提供了劇情模式，可以一步步揭開師父遇害背後的真相。對於想考驗自己的操作反應、喜歡挑戰的玩家，應該會覺得蠻適合的。感興趣的話，就來試試看吧。
深夜自習這款蠻特別的，是一款結合了彈弓物理以及卡牌構築的洛格遊戲。那麼遊戲故事發生在一所高中，因為一場競技儀式，學校變成了充滿怨靈的致命迷宮。我們要扮演4位個性鮮明的女高中生，想辦法從這個鬼地方逃出去。遊戲核心玩法很特別，不是單純出牌，而是要像玩彈弓一樣拉動、瞄準，然後發射投射物，去擊中場景中的符咒來發動效果。過程中可以利用牆壁反彈來打出華麗組合。每場遊戲的地圖和卡牌都是隨機的，加上超多符咒和遺物可以組合，讓每一次的遊玩都充滿新鮮感和策略性。喜歡挑戰的玩家就來試試看吧。這款 Ticket Hero 是款像素風格，可以輕鬆玩的放時動作 RPG。故事從撕開一張神秘門票開始，我們將獲得傳奇英雄力量，展開奇幻冒險。遊戲最大的特色就是放時玩法，也就是英雄會自己持續成長，就算離線也會自動戰鬥，讓你隨時回來都能領取獎勵，適合沒時間一直盯着手機的玩家。戰鬥部分則是爽快的像素動作風格，我們可以自由組合每位英雄的風格，還有技能來打造出不同的流派。遊戲裡還有競技場、公會戰、BOSS討伐等多種不同的模式，只是遊戲比較需要耐心，慢慢累積資源，適合喜歡看角色一步步變強的玩家。魔女的傳說這款遊戲的設定蠻有趣的，我們要扮演一位曾經拯救過世界，但現在卻失業倒在巷子裡的傳奇女巫。有一天，天空裂開，出現巨龍，所以為了再次拯救世界，這位有點厭世的女巫只好重出江湖，展開一場奇幻的塔防之戰。玩法上結合了洛格元素，我們可以在每波敵人的攻勢中選擇不同的命運卡牌來決定戰鬥走向。當然，戰鬥以外，則是可以升級法杖、帽子和長袍等裝備的強度，也能派遣村民出去探險來變得更強。只是遊戲後期關卡的難度比較高，可能需要花點時間來弄資源或氪金，推薦給喜歡塔防或洛格題材的玩家。喜歡像素風和回合制戰鬥的話，那這款或許會對你的胃口。它是一款經典的地牢探險遊戲，每次進入地牢，地圖都會是隨機生成的，讓每一次探險都充滿新鮮感。遊戲裡我們可以選擇不同職業的英雄，每個職業都有自己的獨特技能。戰鬥採用回合制，我們需要策略性的使用道具和技能來擊敗敵人，同時也要注意英雄的血量，一旦血量歸零就結束了，蠻有挑戰性的。玩法上就是點擊熒幕來移動和攻擊的直覺操作。當然，這類遊戲的核心就在於探索和養成，比較適合有耐心和一步步變強的玩家。感興趣的話，就來看看你能深入多深吧。在這款戰艦初級怪物狂潮遊戲中，我們要扮演戰艦指揮官，在無盡的怪物浪潮中堅守防線，保護海洋。遊戲的核心玩法就是即時的炮擊對戰，我們可以直接操控艦上的武器，根據來襲的敵人種類選擇適合的炮火。怪物會一波波不斷的湧來，而且越來越強，中間還會出現更加強大的 BOSS 敵人，考驗我們的臨場反應和武器配置。當然，玩家還可以解鎖新的武器，升級裝備，慢慢打造出屬於自己的戰艦。只是這類生存防守遊戲節奏蠻快的，比較需要專注力和快速判斷。喜歡挑戰反應速度的玩家可以試試看。那麼這期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啦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。就如果你喜歡大陸的影片，可以給大陸一個讚、分享和訂閱。那麼就下期再見啦，祝各位遊戲愉快。